还是青涩的比较特别的亲密游戏的时候？有疑问找医师，没疑问找知识，欢迎收看樊登诊疗室。嗨，大家好，我是赖欣缇医师。最近啊，有一部很火红的台剧，跟医疗相关，叫做《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不知道大家看过了没？它现在在公视跟 Netflix 上面都有上映哦。赖医师私底下接收到很多的朋友跟同事在问我说：“赖医师，你有没有看那部片啊？”大家都很好奇，是不是真的女外科医师的生活就是像片中一样？到底有真实性多少呢？赖医师是觉得啊，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医疗剧一直都是一个不错的热门题材。但是这部剧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主要是因为其实大家仔细想想，不管是以前的白色巨塔、麻醉风暴、日剧的派遣女医，大家讲到女外科医师或外科医师，都是刻画非常的厉害、非常的专业，而且就比较严肃，有些人就不喜欢看。那这一次这部很火的台剧，它切入的角度就有点不一样咯，它比较生活化，而且比较诙谐、比较轻松的角度，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场景，所以赖医师自己在看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捧腹大笑。那这部片呢，主要是改编一个同名的小说。那小说的作者就是我们台湾的乳房外科刘宗宇刘医师，我们也叫他小刘医师。那小刘医师在这部小说跟剧情里面所讲的是，剧中的女主角本来是一个在医学中心工作的女外科医师，但是因为种种的因素，赖医师就不剧透，然后来到了一个乡下的小医院。那在乡下的小医院里面，不管是跟镇上的村民啦，或是跟当地的就是医疗伙伴们，都会发生一些啼笑皆非的状况。那当然也有一些很神奇的医疗场景，大家会觉得真的假的？那今天赖医师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底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哦。赖医师来大家看看几个精彩的片段，像是我们第一集小刘医师刚出场，第一次展现他的女外科医师的气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香肠伯在路边昏倒的时候，小刘医师紧急的判断出他是慢性硬脑膜下血肿，所以就直接拿电钻开始在路边动手术。不过真实上到底会不会发生呢？赖医师是觉得有点存疑啦，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脑部如果要开刀，这是一个大手术，所以啊，通常都会有一个完整的电脑断层之后，确定是在哪一边，在哪个位置再来做手术，这样会比较安全。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光天化日路边、乡野路间、小路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的消毒。虽然它里面有戴无菌手套，但是也没有手术衣、手术帽，甚至没有戴口罩，然后旁边也没有好的助手，也没有手术房的无尘系统。然后这样拿一个电钻消毒之后，直接钻下去。先不要说旁边的人会不会昏倒，重点是这样很怕感染。其实赖医师看到这个片段，有想到当我还是青涩的，我曾经在实习的时候啊，在急诊室就有遇到一个也是70、80岁的老太太，然后就是家里面的人带来，就说，她最近感觉走路比较不稳啊，容易跌倒，吃饭的时候筷子也夹不稳，很容易掉。当然我们在急诊室就安排做个电脑断层，拍出来之后就发现，确实是同样的疾病，是一个硬脑膜下就是血肿的状况。所以后续那个主治医师就很赞赏赖医师在学生时期就能够正确的诊断出来，所以后续我还有跟着进刀房，然后在他的监督跟协助之下，我的赖医师有第一次做这个相关的手术跟 procedure。可以注意一下，家里面如果有一些长者，有时候慢性的硬脑膜下血肿，可能是他在几个礼拜前、几个月前有一个不小心的头部外伤，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慢慢会有肢体单边无力啊，或是没有力气，或是协调变差的状况下，有的甚至会有失禁的状况，紧急送医哦。那第二集有一个精彩片段，大家如果有看过，应该印象非常的深刻。小刘医师就是女主角呢，在第二集的时候，急诊室从一个男病患的肛门里面夹出一台手机出来，而且这中间拍得非常的好笑，手机还刚好有电话来响。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真的太夸张了？但赖医师以同样身为女外科医师的经验告诉大家，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哦。其实呢，肛门异物在我们急诊里面是蛮常见的状况，像赖医师有遇过橘子、酒瓶，还有洗发精。患者说，医师我就是不小心跌倒坐下去的。大家虽然觉得很好笑，但赖医师这边一定要呼吁大家，在玩这些比较特别的亲密游戏的时候，或是增加就是亲密关系的刺激度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因为万一真的跑到太里面的话，有时候是夹不出来的。那夹不出来要怎么办？夹不出来的话，可能就要真的开腹，把肚子剖开，把东西拿出来，还要把肠子封起来，所以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哦，大家要多多注意哦。
那今天小编要给赖师很大的考验啦，就是小编因为看到第1集就有看到年轻医师在练习缝合。所以小编就说赖师啊，不然你就示范一下给大家，就是怎么练习缝合的吧。毕竟我是整形外科医师，所以绝对不能丢我们整形外科的脸。那我们在看一般的外科医师在练习的时候，一开始练的针线都比较粗、比较大。今天赖师帮大家示范，就是要用我们的nylon 70的线。大家有看到这个数字吗？这个数字啊，如果在一些医疗剧，大家听到说医师在喊线的时候，会说什么10、20、30或是60、70的线。那数字越大，它其实针反而是越小的。那像这个是70的线，赖师实际夹给大家看，说它到底针跟线有多细多小。那这是我们的就是持针器，那我们夹出来之后啊，大家有看到吗？就是我们实际上的针大小大概是像这样。那赖医师平常在做双眼皮缝合的线的时候，或者是开眼头缝合的线，都是用这么细的线哦。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在缝显微手术的这个很小的镊子，叫 jewel forceps。然后我们的剪刀也是很小的，是像这样。那等一下我们就要实际上来缝缝看给大家看咯。这个我们已经把葡萄固定好，那这个葡萄皮刚刚赖医师已经偷偷把它用剪刀切开。那这个葡萄皮就是这个薄薄的一层，然后我们要把它缝回去。其实基本上人的皮肤没有那么薄啦。实际上在太线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皮肤靠近。再用剪刀把线剪断，就可以缝下一针。像赖医师平常在做眼睛的手术的时候啊，因为在缝这些线的时候，患者都是醒着的，所以动作就要很轻柔，因为拉到患者的眼皮就会很不舒服。那当然会消毒，戴手套。今天示范葡萄应该就不用无菌了。好，就简单示范在这边给大家看。其实啊，趁着这一部火红的台剧，大家可以借此一窥女外科医师在医疗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片段，非常的精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来追这一部台剧哦。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帮我们在下面留言。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跟分享哦。拜拜。